父王和母妃明明是高贵的白狐，可我出生时却是个杂毛狐狸。母妃吓得脸色发白，忙用万年秘术将我毛发染成紫色。从此我在父王的宠爱中长大，更是在成年那日给我找了族内最优秀的男子莫尘为夫君。可谁曾想，婚后我竟生下了最下等的杂毛狐狸，而身为下等灰狐的姐姐却生下了罕见的紫狐。夫君怒到极致，将我和孩子放进油锅，一并做成了一盘香煎狐肉。再睁眼，我竟回到了我和姐姐选夫婿的那天，夫君却毅然决然选了姐姐。我这才知道他也重生了，只是我心中冷笑，靠灵力维持毛发的杂毛夫君，又怎么可能生下高等狐狸？狐族等级森严，共分7等，从高到低依次是玄白紫绿灰青，最末等便是人人嫌弃的杂毛狐狸。玄狐因1000年未诞生，早成了传说，白狐也100年难遇。我父王作为狐族首领，正是如今唯一的白狐，他一心盼着我能和最高等的狐族结合，生出下一个狐族骄傲。今日的择婿大会便是为此而来，年轻一代最尊贵的狐族翘楚，便是我前世的夫君莫尘。我睁眼时正撞见他满眼嘲讽地盯着我，方才父王还替我选定了他，说灵犀公主身份高贵，我自作主张定下了你们俩的亲事。莫尘却冲着父王微微弯腰说，狐王，我不愿娶灵犀公主，我要娶的是您的二女儿锦瑶。此话一出殿堂，瞬间鸦雀无声，其他狐狸都瞪大了眼睛。锦瑶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满脸喜悦得意地看着我，我心中冷笑，我可是狐族正妃所出，血统纯正，向来万众瞩目，可锦瑶不过是父王意外宠幸民间青狐生下的女儿，即便有父王血统加持，却也只是个灰狐。世家大族的男子看不上她，普通族人又嫌弃她，其他姐姐已经成亲生子，唯有她还待字闺中。莫尘竟敢公然拒绝父王，父王带着怒火劝道，你是狐族翘楚，怎可只顾儿女情长，生下紫狐才是你们的使命。再说了，我的女儿灵犀血统在女子中最为高贵，你为何看不上她？狐王，并非我不想选择灵犀，只是她刻意隐瞒哄骗他人，她根本不是高贵的紫狐，而是一只杂毛狐狸。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我咬了咬牙，早就知道他会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父王的怒气扑面而来，众人吓得纷纷跪地。莫尘，你知不知道诬陷公主该当何罪？莫尘依旧是毫不畏惧的态度，轻蔑地看我一眼，只要灵犀公主现出真身，谣言便会不攻自破。我的侍女清绪声音发颤说，公主，您快现真身让她看啊，您怎么可能是杂毛狐狸呢？我看着莫尘自信高傲的模样，拳头紧紧攥起。上一世生出孩子后，他见心心念念的紫狐后代变成了杂毛，便用尽法术将我内丹损毁，硬逼我现出真身。这时父王用不争气的眼神瞪着我说，还等什么？快现出真身，不然你让我的脸面置于何地？父王是100年难遇的白狐，无论和谁结合，生下的也不该是低等的杂毛狐狸。父王和母妃向来恩爱，母妃当年生我时难产，此后父王便将我视若珍宝。母妃临终前说我是紫狐，也从未有人质疑。我低着头沉默不语，缓缓吐出几个字，我确实不是紫狐。父王压下怒气说，好也罢，莫尘，本王便给你和锦瑶赐婚，没其他事便散了吧。莫尘用看好戏的表情瞥了我一眼，然后缓缓离开。最后殿堂里只剩下我和父王，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灵犀罪不容诛，打入天牢。我本来想解释，我虽不是紫狐，却也绝不是普通的杂毛狐狸，我的毛发是白色中掺杂着红色，似乎整个身体如火焰围绕般，但是从始至终他没有给我一句解释的机会。他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为他生孩子死去的母妃。我必须为自己做些什么。我跪在地上说，儿臣有错在先，请求前往极寒之地，作为贡品祭奠狐神大人。狐族日渐没落，千百年来高等狐狸越来越少，为了延续血脉，每隔100年便会选妙龄少女献给狐神，以求恩赐保佑。我现在处境困难，这是我最后的稻草了。母妃云舒曾对我留下遗言，她说我身份特殊，必要时前往极寒之地寻找狐神，我的机缘在那里。父王听到我的祈求后，狠狠地看着我。最后锦瑶听到我要自取灭亡，在父王耳边替我求情，父王才终于答应。我知道他并非真心帮我，更多是想看我的笑话而已。我随侍女清绪回去收拾东西，锦瑶却迫不及待地来我面前显摆。她穿着从未穿过的奢华衣物，脸上擦满胭脂水粉，如今的她可谓是风光无限。锦瑶看着我，轻蔑地说，从未想到一直高高在上的灵犀公主，竟是连最普通的族人都厌弃的杂毛狐狸。就算去献祭狐神大人，又怎么会宠幸你？不像我如今是被莫尘看上了，那可是整个狐族女子的梦中情人。我的侍女清绪忍不住站出来说，锦瑶公主前几日还求着我家公主帮你寻一个好亲事，怎么翻脸如此之快？锦瑶脸色一变，上来就狠狠扇了我侍女清绪一巴掌。我刚想回击，却突然被一股力量击中，一下子摔到地上。抬头一看，莫尘正站在门口看着我。锦瑶肩负家族重任，要和我养育白狐，你这杂毛贱人怎么还不去死？我大声嘲笑，那便祝你们生下一个白狐。不过我心里清楚，他们根本生不出来，一个灰狐，一个杂毛，顶多生出下一个杂毛。更何况莫尘为维持毛色，内里早已亏损，怕是很难生出孩子来。上一世我的痛苦，锦瑶你可要慢慢品尝。我在所有人的嘲讽中离开王宫，我的法术被父王封禁，只能任由他们欺辱。好在半月后，我成功抵达极寒之地的神庙。一个夜晚，大家都兴致勃勃等待狐神降临，直至半夜，一个满脸污秽、左腿残疾的男子一摇一摆地走进来。众人先是吓得鸡飞狗跳，后将他赶了出去。只有我留意到，他虽
虽左腿残疾，却依旧身手矫健，一定不是寻常人，所以我趁乱跑了出去，喊住那个男子。只见他回头冲我微微一笑，我便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已是次日，我只觉得浑身酸痛，手腕处多了一个奇怪的标记。神庙里的众人已经消失不见，我只能凭着记忆回了王宫。我刚到王宫门口，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只因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如今我却能活着回来。在他们看来，不是大吉便是大恶，王族的人都骂我是逃犯，不顾狐族安危，我如何解释都没用。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要在神庙前用烈火焚烧我，以示对狐神的尊敬。我哭着求父王，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是偷偷跑出来的。可父王却冷着脸说，你看看你如今做了多少丢我颜面的事情。一旁的墨尘搀扶挺着孕肚的锦瑶，两人在一旁看我的好戏。烈焰突然在我身上烧起来，我吓得差点就要晕过去。只是许久过去，我竟发现这烈焰丝毫伤不到我，手腕处那个标记隐隐闪着亮光。锦瑶见我安然无恙，立马跳出来羞辱我，灵犀，你又做了什么手脚？你怎么这么有心机？众人纷纷回过神来，大祭司玄机装神弄鬼的走出来，许是灵犀太过卑贱，狐神嫌恶他才不愿伤他，狐神大人慈悲为怀，便放过他吧。大祭司玄机找来医师替我诊治，可医师刚把完脉，就爆出一个惊天秘密，灵犀他居然有了身孕。父王阴沉的脸变得更加狠厉，灵犀还不跪下，你竟敢冒犯狐神，今日我便为民除害。墨尘终于等到机会，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伤到我。锦瑶也迫不及待上前，他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堂堂公主未嫁，先和别人行了苟且之事。我注意到锦瑶扇我时没有丝毫的法力，看来墨尘依旧选择了上辈子的老路。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这极寒之地精怪颇多，公主怕是连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我被众人唾弃，各种污言秽语扑面而来，甚至有人当着父王的面轻薄我。最后众人都束手无策，只能将我送回王宫圈禁起来。可没几日，竟有人来求娶我这个被万人唾骂的公主。锦瑶急不可耐地跑到我宫里，嘴快咧到耳根。没想到啊，妹妹名声臭成这样，还有人捡着烂摊子。不过我听说是个瘸了腿的丑八怪，哈哈哈。他身边的侍女也跟着附和，瘸腿还丑，配公主真是再好不过了。我面上毫无怒色，笑着回了一句，谢谢姐姐提醒，我倒是觉得哪怕是个瘸子，也比墨尘好得多。果然，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甚至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男人，正是那天我在神庙外见到的男子。父王为了羞辱我，果断答应了这门亲事，他直接住进我的宫殿。我疑惑太多，最后还是开口问，你莫不是狐神？他吓得赶紧捂上我的嘴，我只是神庙里一只普通的杂毛狐狸，怎可与狐神挂钩？你太折杀我了。我又问，那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他坦然道，自然也是我的。他表现得毫无异常，可我却丝毫不信。我和锦瑶怀孕期间，宫里发生了很多异象，本来贫瘠的土地上居然长出了茂密的植物，许多小动物都有了灵性，幻化成人形。大祭司玄机连忙占卜说，近日会有急事发生。墨尘大喜过望，想必是锦瑶腹中的孩子，定是未来的狐族荣耀。锦瑶满脸得意，趁机向父王撒娇，父王，我如今可是金贵得很，想讨个恩赐，让姐姐到我身边伺候。我果断拒绝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可父王却拿我腹中胎儿的性命威胁，若是你不去，那你生下来的杂种我就扔去喂狗。还有你那个瘸腿夫君靳渊，我找人将他乱棍打死。为了孩子和夫君靳渊，我迫不得已去了锦瑶宫中。某一天，我迷迷糊糊睡着，感觉身体乏力，仿佛怎么都醒不过来。突然，手腕上的标记闪烁了几下，我撑着身子爬起来，正好看见墨尘倒在地上口吐鲜血。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可惜我灵力特殊，他们未能得逞。墨尘恼羞成怒，骂道：“你这个贱人，肚子里怀的也是贱货！”他气急败坏离开。在那一刻，我看见他隐约闪现过的真身，果然如我所料，他其实是只灰狐。那天，我随着锦瑶回墨尘家，午后，我看见墨尘满脸煞白，鬼鬼祟祟地往一个方向跑，确认没人后，他放下心来，扭动一处机关便跳了下去。等到他出来后，我悄悄学着他扭动机关下去后，看见了让人极为震撼的一幕。那天和我一同前去极寒之地的女子几乎都在那里，还有遍地的尸骨，她们满脸疲惫，竟然已经白发苍苍，只有几个等级较高的狐狸，肚子已经微微鼓起。我大为震惊，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天羞辱我最严重的女子扑上来求我说：“公主，求您救救我！”直到从地下宫殿出来，我还恍恍惚惚，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上一世和墨尘做了那么久的夫妻，竟不知他居然做了这么惨绝人寰的事。可我清楚现在时机未到，只能先忍下来。几个月后，我和锦瑶临近产子时，突然天降异象，万里高空中翻涌着红光。大祭司玄机连忙在宫外叩拜，这是大吉之兆啊，定是有白狐降世了。父王激动万分，白狐，好啊好啊，本王等了几百年，终于等到这天了。就在此时，我和锦瑶的肚子同时剧烈疼痛起来，锦瑶忍着剧痛向我炫耀。
要，一定是我的孩子，没出生便给我挣足了脸面，也不知道你肚子里是什么畸形的怪物，居然敢和我的儿子一同降生。王宫里所有医师都被父王叫去景瑶那里，我这里只有夫君禁渊一人陪在身边。我满脸焦虑，忍不住问，若我生出的只是个普通的杂毛狐狸，可咋办啊？他笑着不停安慰我，没事，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会好好保护他。我疼晕了过去。许久后，突然我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生了，景瑶公主果然生下了一只白狐，这可是我族的骄傲啊！我忙起身查看，发现我旁边的孩子被杂乱无章的颜色裹挟着，失望瞬间萦绕在我的心头。狐族产子后，受狐神保佑，新生儿会被灵力裹挟，看不见真身，需几个月后才能知晓孩子等级。但是族人早已摸清规律，白狐灵力纯白，青狐笼罩着青色，而我孩子身边这驳杂的颜色都在证明着我确确实实生下了一只杂毛狐狸。我和夫君禁渊用灵力将孩子托起，准备送去王宫里的祠堂，希望狐神保佑孩子平安。锦瑶和墨尘后面跟随了一大群的人，兴师动众的把他们的孩子也送了过来。锦瑶刚刚生产完，看着十分虚弱，却还是对我冷嘲热讽道：“抱着你那个小杂种，滚远一点。”他声音虽大，底气却不足。等我定睛一看，才发现他面容衰老极快，如今他的皱纹爬满眼角和嘴角，眼神暗淡无光，头发里还夹杂着丝丝白发。我并没有认错锦瑶，因为上一世生产完的我也是这般遭遇。我有些生气，从来没有人规定过杂毛狐狸就不能进祠堂。锦瑶满脸嘲笑说：“没有规定，但是王宫从来没有出生过杂毛狐狸，你最好快点抱着你那个东西滚，狐神大人不会恩赐他的。”他话落，便有很多族人围上来赶我们走。快滚啊，丢人现眼！我生产完身体虚弱，夫君禁渊又身体残疾，我们被众人推搡着往外走。突然墨尘喊开众人，让他把那小杂种就放在这儿。我还在疑惑他今日怎么这么好心，他便轻蔑地瞪着我：“你和锦瑶同日生产，孩子也自然会同一天显露真身，到时候白狐将是天降吉兆，你的杂毛狐狸放在我的孩子身边，不知道会多可笑多丢脸。”他笑得得意猖狂，我却丝毫不在意，因为我清楚我的孩儿绝不普通，等待孩子显露真身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日日去祠堂和宝宝说话，我和夫君禁渊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无缺，愿他温文尔雅，气宇轩昂。这段时间听说锦瑶宫里已经丢失许多侍女和仆从，闹得人心惶惶，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墨尘所为。1个月后，到了孩子从灵力包裹中显露真身的日子，我和夫君禁渊换好衣服，打算去迎接我们的宝宝。果不其然，外面人声鼎沸，热闹无比，有人惊呼：“快看，又是那天的景象，万里红云翻滚，像火焰一样，这是预示我们狐族会越发兴旺吗？”我和夫君禁渊一同在人群中等待，心中有些紧张。他们2人按理说连紫狐都生不出来，怎么会有白狐呢？突然，孩子身边的灵力慢慢消散，灵力散去后，一只毛色驳杂的狐狸从里面走出来。更可怕的是，他出生还没有多久，竟看着像个年迈的老狐狸。他眼泪汪汪，看着锦瑶哭喊：“母亲，我疼，我疼。”他的声音似乎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一瞬间，锦瑶和墨尘石化在原地，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锦瑶看着那个缓缓朝自己走来的小狐狸，猛地瘫倒在地。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白狐，我的孩子是一个白狐，这个鬼东西是什么？滚开！他看着我，眼中闪过狠厉，下一秒他就扑上来，肯定是你们动了手脚，换了我的孩子是不是？这种低等贱货怎么会是我的孩子？我父王脸色阴沉恐怖，狐狸天生有灵性，怎么会认错父母？换孩子简直是无稽之谈。所有人刚刚面对完锦瑶和墨尘的意外，都一脸失望。我笑着看着几分钟前还风光无限的2人，墨尘满脸凶狠：“你以为你和那个瘸腿怪物能生下什么好东西？”就在此时，我孩周边的灵力突然变得更加浓厚，天空中万里的红光慢慢被他纳入，赤红色的灵力越来越浓厚，从古至今还未发生过这么匪夷所思的场景，莫不是赤狐？我听到父王突然惊讶的出声，我心里猛地一颤，发现旁边的夫君禁渊对这一切一点震惊都没有。直到那个红球变得足足有几层楼高，突然爆破开来，灵力四散，进入每个人的身体，滋补着我们。我努力睁开眼睛，看着在那里面被裹着的小狐狸，它浑身赤红，毛发光鲜，如一团烈火腾空，缓缓朝着众人走近。所有人在那一刻都震惊的呼吸一滞，不知道作何反应。我父王走到众人身前，俯身叩了下去：“赤狐在世，这是我狐族兴旺的征兆啊！”再不用说其他，所有人都拜了下去。赤狐现世，我族昌隆！一声一声回荡在耳边，震耳欲聋。那个小狐狸突然扑到我身上，尾巴一晃一晃，在我身上蹭了几下后，甜甜的叫了声母亲。它身上的压迫感也慢慢消失，如普通孩子般在我身上扭动。锦瑶看着此幕，眼睛放光，一下子扑上来：“我才是你母亲，这才是我的孩子。”可他还没碰上，便被我的孩子弹出10米远，摔得大口吐血。我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生下来不久的孩子竟然有如此法力。墨尘还是不死心，怎么可能？你们一个杂毛狐狸，一个瘸腿狐狸，生下的
的怎么可能是赤狐？莫不是你给他染了色，故弄玄虚？狐仙灵虚听到墨尘的话有了兴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他颇为好奇地看着我。灵犀公主可否现出真身让我看看？我点了点头。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我使出法力现出真身，一身雪白在大家面前展现。然而我的眉毛眼睛处还有着丝丝火焰，泛着红光。狐仙灵虚愣了一秒，颇为惊讶地开口：这是火焰狐啊！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火焰狐乃是狐族最神奇的存在，浑身雪白，却有着赤狐的特色，此乃万年难遇。狐仙灵虚说完，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我父王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墨尘脸都扭曲起来，显得诡异极了。怎么可能？若你如此高贵，上辈子怎么会给我生下一只杂毛狐狸？我咬咬牙，笑着揭开真相。狐族新秀中最高贵的你，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紫狐，你是一只杂毛狐狸。你依靠吸取别人内丹维持自己光鲜的外表，而上辈子的我和这辈子的锦瑶都被你害惨了。他靠别人内丹存活，他的血脉也是如此。一旦怀上墨尘的孩子，便会源源不断的吸内力、吸生命。上辈子我怀孕后灵力消失极快，甚至年纪轻轻已经十分苍老。如今的锦瑶更甚，她本来只是一只青虎，提供不了那么多能量，自然被摧残得更厉害。而且因为内力不够，生下来的孩子也残缺不堪。墨尘像是想起什么，那他是什么？你是火焰狐，他肯定是个杂毛狐狸。你这辈子选了个比我垃圾太多的男人。狐仙灵虚走到我夫君晋渊面前，麻烦你现一下真身。他看着我笑了笑，站在原地，一股灵力缠绕，真身慢慢便显现出来。那一刻，我瞳孔地震。夫君晋渊原身好大，比我父王还要大出几倍。他和我孩子一样，浑身赤色，毛发透亮纯正。最主要的是，在他的身后晃着九尾赤狐。每个人脑子里只有2个字：狐神。反应过来的人已经惊慌失措地喊出来，其他人也相继跪在地上，压迫感太强，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虽然早已有猜测，却还是被狠狠震惊到。没多久，夫君晋渊变回人形，与之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他长身玉立，丰神俊朗，眼眸深邃，满是刚毅之色。夫君晋渊冲着我莞尔一笑，一直瞒着夫人，还望你不要怪罪。他接着向我解释，我怀的孩子所需灵力过多，他每个夜晚都要不停给我输送。若是此时透露身份，被别人嫉妒想要加害于我，他怕保不住我。夫君晋渊只是冲着墨尘看了一眼，他突然痛苦地尖叫起来，真身瞬间展现在众人面前。果不其然，是一只杂毛狐狸，而那个残缺的小狐狸正趴在锦瑶身上吸食她的生命，甚至开始啃食她的血肉。母亲，我好饿啊，我好饿啊！锦瑶无力反抗，被小狐狸折磨致死，缺乏灵力。那个小狐狸还想找其他人做替补，直接被夫君晋渊关押起来，任由他自取灭亡。墨尘变了狐狸的形状，依旧不安分，他猛地跑过来，想将我手中的孩子撞倒在地，却不想自己被反弹，身受重伤。他躺在一片血迹中，我只能听见他悔恨的声音：再来一次，我一定能做好选择啊！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但我不能让他这么简单就死。墨尘罪孽深重，害死许多族人，罪不容诛。我带着众人前往墨尘的地下宫殿。距我上次来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地下的场景哪怕我看过，还是瞳孔骤缩。虽然那天我留下法力，尽量保护他们，却还是死伤惨重。无数个妙龄少女变得白发苍苍，那些生育了的女孩都如锦瑶一样被折磨致死，一时间哭声遍野。那些女孩子的父母都抱着孩子痛哭，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一切真相都显现出来。墨尘一家使用禁术，他们撺掇我父王送女子去献祭狐神，却被帝将他们转移到自己家里。丑陋低贱的女子便用来给墨尘增加内力，漂亮的便用来孕育子嗣。墨尘让这些女孩子生下了不知多少个怪物。我夫君晋渊大手一挥，那些女子的生机都慢慢恢复，那些畸形的怪物被关押起来。夫君晋渊缓缓开口，献祭少女本就天理难容，而我已经居于神位，不好干预凡事。墨尘的因果我无法阻挠，但是灵犀心地善良，如今这惨剧我不能不管。那些女子和他们的父母都跪在地上朝着我磕头。夫君晋渊看着墨尘满脸厌恶，手指轻轻一弹，他便痛不欲生地哭喊起来，他的灵魂被生生捏碎。那些受害者发了疯，一拥而上，用尽办法折磨他，最后他浑身流血，血肉模糊死在那里。父王看着这一切，突然老泪纵横，悔恨地和我说，是父王不好，听信别人的谣言，错怪了你，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我冷漠疏离地看着他，狐族首领，能者胜任，如今赤狐和火焰狐出事，父王怕是该退位了吧？他哑口无言，但我还是看见他眼中的不甘。那父王还能待在你们身边吧？我知道灵犀你自小就孝顺。我莞尔一笑，别人诬陷我时，父王未曾给我一丝辩解机会，后来还3番5次要杀死我。我们的父女情早就断了。夫君晋渊为狐神，而我们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所以由我登上帝位。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云舒本就是天界一个小狐仙，因为爱上凡间的父亲，自己放弃一切，做了一个普通狐狸。她来凡间本就被抽走许多内力，生下我后体力不支才离去，但是她似乎料到我的身份会给我带来灾难，才留下救命的遗言。夫君晋渊说，我母亲云舒已经重新投胎转世，天机不可泄露，不能告知于我。但是我知道她如今幸福安康，便已知足。为了减少族人对毛发的歧视，我建立学校，让佼佼者教其他人练习法术，取消以毛色划分等级的惯例。墨尘以前曾用的法术乃是禁术，他为了一己私欲害了太多人，他们一家罪孽
孽深重，全部施以极刑，神魂俱灭。父王被赶了出去，在逃往苦寒之地的路上被一群杂毛狐狸殴打致死。狐族在我的管理下愈发兴旺，后来由我儿无缺继位，他能力更加强大，狐族灵力充沛，他的爱妻为他生下好几个子嗣，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生。我和夫君晋渊在某一个早晨偷偷离开，狐神不可久留于世，而我在位期间功德无量，早已经被赐予成神的资格。我和他一同去了天界，此后千百年间，狐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我和夫君晋渊的事迹也成为一段佳话。只是总有一个穿着华丽却表情委屈的大狐狸总是冲着天空大喊：父亲娘亲，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孩儿啊？